胆，竟敢亵渎龙体，朕要诛你九族！停！上帖？你是皇帝？狗奴才，朕要将你大卸八块！我操！我睡了皇帝啊！老天爷，不带这么开玩笑的！不是，小兄弟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怎么是女的？你不是皇帝吗你？拿开你的脏手！陛下，摄政王带着一众大臣前来求见，已经到门口了。您来了，陛下，摄政王带着一众大臣前来求见，已经到门口了。你是摄政王的人？哎！摄政王现在在怀疑你的身份，如果你现在把我杀了，就相当于把把柄给他了呀。与其大家同归于尽，不如何走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老臣有要事启奏陛下，为何还不开门？拦住他们，否则你这东西也别想要了。陛下现在在更衣，不方便见诸位。陛下，让你伺候更衣了？那陛下与寻常的男人有什么不同？这陛下呀，胸肌很发达。我操，这个女人下手可真狠，想断我后路啊！你不然休怪我不义。摄政王，奴才有要事要禀报。哦，你发现了什么？奴才确实发现了一件天大的秘密。快说！陛下，他不满摄政王专政，对你颇有微词。就这？不过您放心，就凭小人这3寸不烂之舌，已经打消了陛下的顾虑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盯着陛下，再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向我报来。下得明白，下得明白。哎呀啊！你想谋杀亲夫啊你？再胡说，撕烂你的嘴！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吧。你为何要帮我？你也夫妻百日，如今你也算是我的女人，我自然要帮你啦。我这个人啊，天生善良，我就看不惯那老头子仗势欺人嘛。真的？当然。你想想，若我真的想害你，我早就告诉摄政王真相。如今你还能安稳地站在这里？若想投靠朕也可以，但是你要帮朕办一件事。要我做什么事啊？今晚与皇后同房。啊！居然给自己戴绿帽子，牛啊！如今朝廷内忧外患，各方势力都虎视眈眈，想要稳住人心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离性后宫。哎，这小皇帝也真不容易的。那若是皇后发现了该怎么办？若你被发现，自然就会有刺客来刺杀皇后，到时全天下人都会知道皇后与太监通奸。你，我去，果然最毒妇人心。若你不答应，朕现在就传旨诛你9族。能做皇后肯定是个美人坯子，反正我也不吃亏，先抱上这个大腿再说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好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领班太监，专在太极殿伺候。陛下放心，我呀一定好好的伺候你。嘿嘿，来吧。启禀陛下，边疆急报，请您速去御书房。
陛下，金西国突然在边疆驻兵，意图要占领汴州。陛下，金西国特使已到达驿馆，准备参加后日的外国朝会。陛下，金西特使带了数名奇人异士，要挑战我国高手，打压我国气势。朕知道了。陛下，此次朝会非同一般，万万不可出一点差错。摄政王，你想说什么？臣只是觉得，陛下年纪尚幼，无法肩负一国重任，本王少不得要再辛苦几年，方不辜负先帝的嘱托。哼！若朕解决这次危机，还请摄政王让朕亲政，你也可以好颐养天年呢。金西国善攻势，近年一再挫大夏锐气，就连第一学士曹朝阳也惨遭败北。听闻此次也招揽不少高手，这次危机文臣定扛不过去，那是自然。陛下，金西国特使前来觐见。宣。金西特使呼言，参见大夏皇帝陛下。特使免礼，赐座。都说大夏人才济济，所以此次除了进贡之外，我特意带了3位高手，想与大夏切磋切磋。那特使想如何切磋？此次比武分为文治武功3场，先赢2局者为胜。但是呢，既然是比试，那一定是要有彩头。我金西若赢了，大夏割让城池3座。我金西若是不幸落败，愿与大夏签订100年和平条约，绝不侵犯。赢了得城池，输了也不亏，这算盘，哼，打得真好。说以比试来定夺城池归属，未免太草率吧？陛下是觉得太草率，还是大夏无人，连应战都不敢啊？诸位有何看法？真爱，金西显然是有备而来，肯定挑他们擅长的工匠和诗词歌赋，我们胜算不大。大夏连输5年，金西又来势汹汹，此次应凶多吉少。大夏国不过如此，请史官记清楚，金西要约大夏应战，大夏不敢。好一个激将法！小皇帝若不应，大夏国徽不在，应下比试就会中他的陷阱，真是阴险。谁说大夏不敢接？小小的金西特使还敢大放厥词？这个比试不用劳动诸位大臣，我一个人足够。哼，你一个无根之人也敢在朝堂上说话？难道说你们大夏真的是无人可用，要一个太监做顶梁柱吗？陛下，一个小小的太监竟敢妄议朝政，请陛下将他杀死，以儆效尤。小夏子，你可有把握？小夏子愿为陛下分忧，扬我大夏国威。说得好，平身。谢陛下。对付小小金西国，一个小夏子就足够了。特使，你可有意见？陛下，你让一个太监应试，是在侮辱我们金西国呀！怎么？难道特使还怕一个太监？大夏皇帝陛下，希望你一言九鼎，输了可别不认账。朕金口玉言，绝不反悔。这是我国匠人鲁荣耗尽毕生心血研制之作，若你能解开，那第一局就算你大夏赢。鲁荣，天下第一神将，此物的确巧夺天工，精巧绝伦，怪不得传承这么多年，至今无人能及。小夏是个太监，他连剑都没见过，怎么能解得出来？看来我们这次是必输无疑了。一个小学生都能解的华容道，也能吹成这样，看小爷怎么玩死你们！就这玩意儿，小的呀，用脚都能解开这玩意儿。大言不惭！此物是我门派圣物，你这个太监如能解开，我以死为证。哎，
以死为证就算了，只要特使给我洗个脚就行。你实在是太过嚣张了点吧！你若今日解不开，陛下除了割让我3座城池之外，我还要让你这个混账东西碎尸万段！陛下，小夏虽然是个太监，但是他能代表大夏，所以千万不能让他胡来呀！陛下，江山社稷岂能交给太监？小夏，还不赶紧下跪谢罪！小皇帝真不知天高地厚，一旦比试输了，我便立刻号召群臣废了他，我来做皇帝。特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好，你若真的解得开，本王亲自给你洗脚。好，特使请看好了，老子现在就用脚来解给你看。哦，不是我说啊，你们金熙什么东西做工都那么粗糙吗？啊，一边去。过去，上来。过来，过来，往这儿，过来，搞定。这怎么可能？就这么解开了？这可是鲁荣之作，他竟然用脚解开了。他真的解开了？你不是说无人能解吗？怎么回事？小夏子，你立了大功，朕重重有赏。此解法，我大夏人人皆知，不算什么。好，陛下，这第一局算是你们大夏胜利，还有2局，3日之后再来讨教。等等，特使是不是忘了什么呀？啊？特使乃一国颜面，若言而无信，岂不是有损今夕国威吗？好，来人，倒水。特使啊，你也不必太为难，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洗脚这事儿就此作罢。你说，这下一题由我来出。各位金熙勇士不会怕了，不敢应战了吧？好，就由你来出题。我等比的是《论语》。特使3岁就能将《论语》整个倒背如流，如此基础的东西，竟拿来出题，这就是大夏底蕴。呵呵，哎呀，为了保存一下你大夏的颜面，我劝你还是换一道题，免得说我们欺负人。不必。那敢问特使，孔夫子弟子中成年者有多少？孩童又有多少？卑鄙乱出题，《论语》中就没有这样的问题。哎，陛下，看来特使《论语》还得回炉重造一下，给你一次机会，回去打开《论语》翻看一下，寻找方案啊！不可能！哼，看来特使并不知道答案。我们大夏一向宽厚待人，朕给你3天时间，回去好好想想去吧。特使此题非常珍贵，在我大夏路边随便找个3岁小孩都能答出来。特使实在答不出来，我带你去领教一下啊！放肆！你是说我连3岁孩童都不如吗？好，你等着，我要是回去看到《论语》中并无此题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朕罚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没想到关键时刻，满朝文武只有你愿意站在朕这一边。只要陛下愿意，小人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哪怕要你的命。我的命不早就是陛下的吗？油嘴滑舌。陛下，您这一下，您这后半辈子的幸福可就没了。朕的幸福岂会掌握在你这个奴才手里？想得美！说认真的，这次金熙使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你可有把握？
这3日啊，我会让金溪使团输得连底裤都不剩。口气可不小，如果这次你输了，朕就杀了你。陛下，倘若我赢了，陛下打算如何赏我呀？你要如何？这隔靴搔痒，自然不如真刀真枪来得舒服嘛。胃口之大，也不怕撑着自己。哎呀，就怕胃口太大，撑着一下。你想讨赏？看你3日之后的表现。3日期限已到，特使查得如何呀？我们回去反复查阅典籍，发现书中并未提及这个太监胡编乱造，故意戏弄于我，请陛下严惩此人。学艺不精就会叫嚣，哎，丢人呐，丢人！你分明就是胡说，《论语》在此，你若翻不出来，我必将你血溅当场。暮春者春服既成，冠者5、6人，童子6、7人。你可念过？当然，我3岁就会背。5、6、30人，6、7、42人，正好72人嘛。能将圣人之言理解得如此深刻，此人若是入世，成就绝对不逊于我。王老夫苦读30年，自问满腹经纶，竟比不上一个小太监，真是羞愧。想不到这奴才看似放荡不羁，其实学富五车，才华横溢。这狗奴才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厉害？如此下去，情势对本王十分不利。我不服，再比一局。特使是想反悔吗？这太监分明是在戏耍于我，况且谁能证明他说的是真的？陛下，我大夏泱泱大国，还怕这么一场小小的比赛吗？依我看，不妨再比一次，让金熙心服口服。陛下，若你答应，我金熙院多加一场赌注，从此以后每年的朝贡，我金熙会多加5万两黄金，由3年一次改为1年一次。陛下，如此良机，万万不可错过呀！好，朕答应你。若是大夏输了，我不仅要那3座城池，我还要这个混账的命！这是我金熙第1勇士，你们谁若能打赢他，就算你大夏胜出。看见你就吓死掉了，这么大块头，谁打得过他呀？比武可是我的强项，不能让风头全让这小太监抢过去。陛下，臣愿意与金熙比试。你是谁？我乃兵部尚书，师承大夏第1高手韦玉。原来是韦玉的徒弟。那你可知道尊师是死于何人之手？你是陆晨？这陆晨乃天下第1勇士啊！当初只1拳打死了韦玉啊！此人武功了得，手段也十分残忍。据说被他打败的人，尸体都会被悬挂在城门示众啊！手段真残忍。今天我就看看你能不能帮你师尊韦玉报仇。跟陆晨比试毫无胜算，可若认输，日后我该如何在朝中立足？你杀死我师尊，我看你就来陛下，方大人气血上涌，口吐白沫，怕是不行了。堂堂兵部尚书，却如此不堪一击。我操，现场咳血，
这演技不拿奥斯卡都对不起你。陛下，臣旧伤复发，身体每况愈下，恳请陛下准臣恢复休养。朕竟不知将军病得如此之重啊！若陛下需要，臣就是豁出这条命，我也……滚！好嘞。哈哈哈哈！大夏果然是无人可用啊！那既然没人应战的话，那这场比试……谁说无人敢？拳脚无眼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对付这莽夫，哼，我一只手就够了。数次狂妄！哎呦，陆大勇士力大无比，陛下受惊了。小子，你还敢比吗？狗奴才，你现在认输，我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哼，雕虫小技，有本事你过来呀！好啊，我希望你的骨头跟你的嘴皮一样硬。等等，嘿，等等，哼，怕了？你现在给我跪下，磕3个响头叫我声爷爷，老子就只废了你的双手和双脚，饶你条狗命。你刚才说叫什么？爷爷。哎，龟孙子，狗奴才，我杀了你！嘿，这可是在我大夏的地盘上，贸然出手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决斗场上拳脚无眼，你若怕死，跪地求饶便是。哼，我呀就怕我一出手惊扰到陛下和诸位贵客，体现我大夏风范吗？那你想如何？哼，实不相瞒，我从小就跟仙人习得了钢筋铁骨、刀枪不入的法术。切，陆壮士，我们比插刀，谁插得多而不死，就算谁赢，如何？哼，你这种小把戏，也就骗骗小孩子罢了。这可是削铁如泥的宝物，特使不妨再一一试验。我武功再高，也只是肉体凡胎，这匕首如此锋利，只一把便可取人性命。不怕，我不信他真的是铜筋铁骨，他一定是在骗我们。既然你先提出，那么你先插。没问题。等等，用这把。哼，小样，果然中计。哈哈哈哈！你这把戏耍不下去了吧？我劝你还是乖乖认输，我可以留你一个全尸。我若赢了，金熙特使之前说的条件，我还要加上灵山以北，全部归还我大夏。好，若我金熙赢了，大夏陛下，你还要割让铜矿10座，金矿5座。大夏陛下，你可敢接？若夏阳输了，这盟约就是我误国的罪证；若不前，输了这场比试，摄政王同样不会善罢甘休。陛下，你如果主动认输，再把这个狗奴才的命交出来，我可以遵照原来的约定，只取3座城池。陛下，我们已经先赢一局，现在认输，我们还是平手，不如……朕信小夏子不会输。好，陛下既然如此慷慨，金矿和铜矿我就收下了。特使啊，说大话容易闪了腰。看好了啊！来吧。怎么可能？这……你若不敢，便是认输。谁说我金熙不敢？特使，你……
你骗我！这匕首竟然是真的！特使不是查验过了吗？怎么会是假的呢？可你……特使若是不信啊，这把刀给你，一一试验。这一局我认输，今日是我轻敌，下次再见，我一定不会再输，我一定奉陪。哼！再见。摄政王，臣在。今日比试结果，摄政王可还满意？陛下，收复灵山，年少有为，仍赖我大夏之幸事啊！这多亏了摄政王的多年悉心教导，日后朕亲临政务，摄政王也可以颐养天年了。臣虽年迈，但一心效力为国，不敢妄言歇歇。何况陛下还未亲自亲政，朝堂之事少不了仍需老臣多费心力，否则臣对不起先帝的嘱托。那朕相信摄政王一定很乐意亲自筹办朕的亲政大典，以敬先帝在天之灵。是，臣喜不自胜。小夏子，到。即日起，朕封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，赏黄金1000两。我操，肥差呀！果然跟着皇帝不愁肉吃。多谢陛下。嘿嘿，哈哈哈。小皇帝果然守信，今日我可得饱餐一顿了。陛下，小夏子来伺候您了。哎，漫漫长夜，你还怕吃不饱吗？耶，小皇帝的胃口可真不小。今日你明明中了一刀，为何会没事？陛下心疼了？快说。哎呀，是我的那把匕首啊，没开过锋，是遇见硬物就缩了。那椅子为何会被砍断？我料定了，那呼延肯定会再比，而且他肯定不会相信我，所以他一定会认为我那把匕首事先动过手脚，所以我又安排了人事先在那椅子上动了手脚，一碰就裂。所以呼延亲眼看见椅子碎裂，相信那把匕首是真的。等你下场就想拿你的那把匕首，想趁机除掉你，但没想到却把假的匕首送到你手中。我全程握着刀把，假装自己中刀，其实啊，刀刃儿都没碰到我。所以呼延必定会再次怀疑匕首是假的，但是他没有想到只有一把是假的，其他都是真的，反而害死他。陆晨，众目睽睽之下当众杀人，百口莫辩，这可与我大夏没有半点关系啊。这计谋环环相扣，精准拿捏呼延的心理。狗奴才，好深的心计呀！陛下，我们啊该做点正事儿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陛下，皇后娘娘求见。妾参见陛下。皇后免礼。这是今日大放异彩的夏大人吧？想不到夏大人聪明勇武，长相也如此帅气。皇后娘娘谬赞，此次击败金熙特使，全仰仗陛下英明神武。皇后深夜前来，所为何事？自上次一别，久不见陛下，妾心里一直惦记着陛下。今夜就让妾服侍陛下吧。皇后，朕还有奏折没批，皇后要是无事的话，可先回宫，朕改日再去看你。陛下，妾有事。何事？妾听闻陛下不日将派人接管灵山，
妾的堂弟如今就在灵山任职，陛下，那就让他来接管，如何？朝堂之事，朕自有分寸，就不劳烦皇后费心。陛下，可是皇后娘娘，陛下今日累了，还请您先回去吧。哼！陛下，我操！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？这变脸也太快了吧！陛下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。敢当着朕的面跟皇后眉来眼去，狗奴才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女人心海底针啊，一时一个样啊。陛下，您这是吃醋了？朕怎么会吃你这个狗奴才的醋？哎呀，陛下呀，我对您呐可是一片真心，您怀疑我，那我可是太伤心了。我的心呐，可一直都在您手里攥着呢，谁也抢不走。你若是敢动心，休怪朕让你变成真的太监。陛下难道舍得吗？你试试。操，老子还是童子男呢，可不能变成真太监啊！陛下呀，这听闻朝中大臣对接管灵山一事都虎视眈眈，不知您怎么看？皇后是摄政王的人，若是真的把灵山安防交给他弟弟看管，那就相当于把灵山拱手让给摄政王。但是其他人选，切，就朝中那些墙头草啊，我真没看出来有几个管用。陛下，您不会是想让我去接管灵山吧？你怕了？是啊，我操，小皇帝精力实在是旺盛，老子昨夜差点被他榨干了。哦，严肃点。是。陛下，金西使团已于上午离京，贡品也已清点入库。辛苦摄政王了。不过，金西割让的灵山地界暂无人接管，本王觉得……摄政王，灵山一事朕已有安排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灵山安危事关边境的稳定，不可儿戏，还是让老臣来分忧吧。朕如今亲政，军国大事自可做主。是吗？陛下打算安排何人？本王身为摄政大臣，如若陛下刚愎自用，军国大事当儿戏，我可不会坐视不理呀。摄政王是要反悔吗？哎呀，这小皇帝太着急了，这老东西肯定不会轻易放权。陛下，灵山已被金西统治已久，形势复杂，现在需要一位老道之人管理方为上策。方大人的病好得如此之快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老臣即便身体不适，也不能耽误陛下的差事。方大人的病竟然还没好，那就回家养病去吧。陛下，其实臣……小夏子，哎，奴才在。朕赐你尚方宝剑，即日起去灵山接管安防。奴才遵旨。本王反对。陛下，灵山安防关系社稷安危，不得儿戏，怎么能让一个阉人来接管？来人呐！阉人干政，给我把他拉下去！我看谁敢！给朕退下！陛下，摄政王说的是，灵山请能让太监监管，这传出去，岂不是笑我朝无人啊？陛下，太监分属后宫，我朝祖训后宫不得干政。陛下如此，难道是要违背祖宗遗愿吗？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你们左一句祖宗遗训，右一个后宫不能参政，
但当时灵山使团步步紧逼的时候，满朝文武何在？你们当时可还记得何为祖宗遗训？陛下，小夏子乃是大夏之人，理应为国家效力，这是他分内之事。好一个分内之事！那方大人连分内之事都没做好，岂不是应该要以自刎谢罪？若不是小夏子替朕排忧解难，那在座的诸位，今日统统都该杀九族。小夏子立下旷世奇功，朕要封赏，有何不可？看来陛下心意已决呀！到时候出了差错，就算这阉人被株连了九族，也洗不尽这个罪过。阉人，你敢接着封赏？小夏子，陛下，灵山安防一事可会有差错？陛下，灵山一事，奴才愿为陛下分忧。这老头子明年暗里威胁我，只怕是怀疑我了。若有差错，奴才提头来见。哎，早知道老头子这么嚣张，没想到能嚣张到公然在皇宫绑架，连准备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绑来了。夏大人如今是真威风啊！看来以后本王也少不得要仰仗夏大人了。奴才能有今日，全靠王爷。奴才愿为王爷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夏大人现在是陛下跟前的红人，本王怎敢吩咐你？本王想要杀一个太监，哼，就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。冤枉！奴才对王爷的忠心，天人可见呐！狗奴才，你舍身忘命帮小皇帝赢了比赛，还有脸喊冤啊？王爷，我这可是按您的吩咐，去得到小皇帝的心呐！别演戏了，王爷，下官有一证人，可以证明夏阳已经投靠皇帝。林妃，小妃子呢？参见王爷。王爷，这就是太极殿外的伺候太监林妃。林妃，将你听到的如实说来。是。启禀王爷，比试的前一夜，奴才亲耳听到夏阳说，是从陛下合力将王爷赶出宫去，而且还说王爷派他去监视陛下的。此等叛徒，速速处置，以免留后患。好你个方强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非要害我，哼，那就别怪小爷心狠了。王爷，小人一心为王爷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没想到最后不但无名而死，可叹可笑啊！狗奴才，你求两句我们就信了？方大人，你这么费尽心思的陷害我，不就是因为我打败了陆晨，让你丢了脸面吗？胡说八道！我怎么可能与你这阉人一般见识呢？现在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敢喊冤啊？王爷要奴才死，奴才不得不死。只是奴才就这么死了，奴才不甘心呐！好，那本王就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。王爷，一个奴才杀了就杀了，何必浪费时间让他解释啊？方大人，我看您呐，就是怕我揭穿了您的陷阱，所以迫不及待地杀了我。铁证如山，今日你必死。那我多说两句，又怎么了呢？好啊，那今日看看你到底怎样颠倒黑白呀？小爷不仅会颠倒黑白，呵呵，还会倒打一耙。你，在太极殿待了几年啊？5年了。一直在外院打扫？是的。王爷，这奴才分明是故意拖延时间呀！方大人，急什么？虽然我快死了，但是让我说两句，怎么了？说下去。王爷，怎么？你想质疑王爷吗？下官不敢。
小邪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姓夏。哼！你每个月有多少时来干活？干多久啊？卯时、戌时，1个半时辰。那你这个月值了几次夜啊？我是外围打扫的，给陛下值夜的都是私请太监。哎，王爷，这奴才才是胡乱扯一堆，分明是无可辩解，还说自己冤呢。方大人，麻烦你以后陷害别人的时候搞清楚一点。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陷害你？一个只会做粗活，从来没有去过内殿的太监，是如何通过层层守卫进入内殿，被你发现？林飞，你做了5年粗活，无权无势，又是怎么得知摄政王在小皇帝的身边安插了细作？我奴才说，是不是有人收买你，让你陷害我啊？王爷，这奴才故意扯谎，连本下官都蒙蔽了，还不速速将此人处决了？方大人，当初是你给了我500两银子，还要说让我回家的，我才可以帮你的。胡说！本官怎么可能与你这阉人一般见识？还在这污蔑朝廷重臣，小心诛你9族！够了！我就说我的确是被冤枉的嘛。这奴才扯开帮了小皇帝不说，还让您失去了摄政大权，你怎么解释啊？没有解释。王爷，您瞧，他亲口承认了，这阉人不可信，将此人碎尸万段，以儆效尤啊！我不解释，是因为根本就不用解释。胡说！少在这儿故弄玄虚。王爷从始至终就没想过要皇帝认输，奴才呀，只是顺应了王爷的心意，何须解释？王爷不想陛下输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笑话。就你那智商，怎么能理解得到王爷的谋算？竟敢讽刺本官！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？动动手指，让你去见阎王！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杀了我，是不是怕我说出你的秘密？胡说！我有什么把柄落在你手里？我只是替王爷铲除奸细。奸细？你才是那个最大的奸细！王爷，真正背叛您的是方清，他才是小皇帝的心腹。你，王爷，他在挑拨离间，你可不能听他唆使啊！方清，王爷，下官忠于您啊，没有对王爷不忠啊！你假借王爷名义陷害忠良，剪除王爷羽翼，其心可诛啊你！不，我没有，我不敢这么做，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啊，王爷。你有理由这么做，王爷，您知道吗？方昭仪怀孕了。陛下，您让我去接管灵山，那我离死啊也不远了。以你的小聪明，还怕保不住你这条小命？若是陛下愿意帮忙保这条小命啊，还是没有问题的。陛下，您看。卿潜伏老贼身边多年，劳苦功高，从龙之功，朕心敏感，必有所报。这没有所谓，没有称谓，要这做什么？这要的就是什么都没有，等用到了，说是谁的都行。你小子一肚子坏心。那奴才不是为了以后伺候陛下吗？这个是云秀宫方昭仪的脉案，
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。喜脉，陛下，您被戴绿帽子了。王爷，若这次陛下比试失败了，届时说出昭仪怀有深怨，到时候在朝里所有大臣都会将希望寄托在皇长子身上，这可谓是一箭双雕。王爷，这信一定是他伪造的。宫中脉案都有双份抄录，王爷可以查验。王爷，我真的不知道此事，我方家对王爷誓死效忠，从来不敢有二心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方昭仪生下了皇子，你们依旧会奉王爷称帝？我当然。真是天大的笑话呀！该死的奴才，我要杀了你！大人，在本王面前杀人，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本王？王爷，是下官心急，并非有意啊。本王记得方夫人隔几日就会进宫，脉案上写昭仪有孕3个月，你竟说不知道？这下官小夏子是近几年来唯一能够接近小皇帝的人，你却建议要杀了他，你欲在何为？王爷，这昭仪腹中男女未知，我怎么可能背叛您呢？这么说，要真是皇子，你就要背叛本王爷？不，王爷，即便是皇子，他也不会按您的道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杀了方昭仪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我方家对王爷终归是效忠的，这么多年，您看，下官您效忠，您就饶了我女儿一命吧，求王爷开恩呐！太子情深，人之常情，在本王的眼里，除不了杀子。我操！想不到老家伙还是个武林高手。大人呐，方大人突发疾病，暴毙而亡，送回尚书府发丧吧。小夏子，今天你可立功了。多亏王爷英明神武，奴才不敢鞠躬。你赢了金西使团，而本王却失去了摄政大权，这笔账本王该怎么跟你算呢？相比于小皇帝丢脸，王爷更希望的是我能得到小皇帝的信任，所以奴才就斗胆这么做了。你可知自作聪明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。奴才对王爷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那王爷就剖开你的心看看。我操，这下演戏演过了。此乃噬心丹，无色无味，且有剧毒，毒发时没有任何症状，御医也查不出蹊跷。这老家伙真下血本。不过你放心，在你吃下去1个月以后才病发，只要你对本王好，本王自然会给你解药。奴才愿为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只是这毒药太珍贵，奴才就不浪费了吧。只要你没有二心，本王还舍不得你死。看来今天是躲不过去了。不过小皇帝猜到摄政王会动手，一定有解药。很好。为了展现对本王的忠心，你帮本王做一件事，请王爷吩咐。这次去灵州，本王要你败给金熙，将灵州拱手相让。早知道这老狐狸不安好心，原来在这里等着呢。王爷，小夏子必赴汤蹈火，只不过奴才想求王爷一个要求，求王爷恩准。怎么？你在跟本王谈条件？不，奴才不敢。看你有点胆识，也够聪明。也罢，
没有欲望的人，本王用的也不安心呢。京郊的西面有一座院子空了许久了，这座院子就赏给你了。奴才多谢王爷，但此物不是奴才所求，奴才不求身外之物。狗奴才，你院子都不要，那你要什么？奴才啊，一直都非常仰慕王爷，功夫超群，威武不凡。奴才啊，不求学得王爷精髓，只求学得一点点皮毛，以后啊，在危难的时候能自保。拍着马屁学功夫啊！看你有几分聪明劲儿，本王破例就指点指点你。走。奴才叩谢王爷。哎呀，陛下呀，为了您的大计，我差点就死了，你要好好补偿补偿我。死奴才，你蹭哪儿呢？那老东西给你下药了。石心丹，那老东西当场就把方清给杀了，手段啊实在是狠了。我想过几日方昭仪也会丧命。蛇鼠一窝，死不足惜。你还听到什么？摄政王好像要将灵山拱手相让，我怀疑啊，私底下肯定和金熙达成了秘密协议。窃国老贼，当真可恶！小夏子，灵山之行至关重要，你切记万不可出任何差错。哎，陛下，我办事儿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？您就放心吧。啊，那陛下怎么赏我呀？毒药还压不住你的邪火。哎，有陛下在，还有解不了的毒吗？朕何时说过有解药了？朕觉得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安全脱身。哎呀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去求摄政王吧，能多活2年。狗奴才，敢当着朕的面说要投靠摄政王，你想死吗？反正你又不在乎我的命，那谁给我解药，我就效劳谁。谁说朕不在乎了？哦，原来皇上这么在乎奴才啊！哎，今夜我可是真的拼了命，陛下不疼疼我？这样总行了吧？陛下觉得呢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哎，狗奴才，快放手！陛下也要疼一疼。陛下是不是忘了咱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？要不要奴才帮你回忆回忆？你太狠了吧！正是看你不想要解药了。哎，陛下，逗你玩嘛，奴才知道，陛下就是想帮我把毒血逼出来嘛。这是大夏的至宝百顺丸，吃下它不仅可以解百毒，还可以强骨增肌，调理经脉。日后你练功必将事半功倍。哎，我就知道陛下肯定不舍得我死。朕接到密报，呼延在灵山埋伏重兵，一同谋反。你去后切记当机立断。有陛下惦记着，奴才呀，哪里舍得死？还有灵山指挥使叶冰，他仗着摄政王的势力，在灵山欺男霸女，还和呼延勾结，断不可留。是，我知道了。陛下，良宵苦短，不可辜负。见过夏大人，见过夏大人。指挥使叶冰何在？回夏大人，指挥使公务繁忙，不在府中。青天白日不在府衙，不是赌就是嫖。哼！来，这叶大人是在哪个姑娘房里，还是在赌房？摄政王有密旨要交给叶冰，不容耽搁。又是摄政王的奏告，
真是苍天无眼。叶大人在城南青花坊的杨萧阁。哦，你是不是也是那里的常客呀？大人说笑了，卑职从不涉足。那你带本官去看看吧。怎么，你敢以下犯上？卑职不敢。大人，跟我来。这李晨倒是个忠直的人，值得栽培。哎呦，李队长，啥时候有空来了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叶大人。老板，我呀是李晨的表弟，刚从乡下过来，想找里面的叶大人，想找叶大人谋个差事，还请行个方便。哦，还挺会来事儿的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谢谢妈妈。谁他妈打扰老子好事儿？李晨，你他妈不在府里等着那老阉奴，来我这儿做甚？他来是要告诉你，你的官职被撸了。你他妈算哪根葱啊？敢这么对老子说话？指挥使，这是京城来的夏大人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夏太监。这个男人快活的地方，你来干什么？我问你啊，这世上除了男人和女人，你知道还有什么人吗？大人，这个地方除了男人跟女人，哪里还有什么人呢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告诉你，还有一种人，他是不男不女的阉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人，夏大人是灵山节度使，官位在您之上。一个卑贱的奴才，就算当上节度使，有什么两样的？难不成他能撸了我的职吗？我不行，但是他行。金牌令箭，下官李晨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呸！我认他，他是金牌；我不认，他就是一个烂铁。见金牌如见陛下，难道你想抗旨？抗旨？抗谁的旨？小皇帝的吗？我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杀我。今天你把老子的脚给舔干净，老子就放过你，不然的话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来，既然你这么想死的话，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让你试试我的功。死阉人，你敢打我，老子要将你大卸8块！聒噪！把他剁了，让我威。夏大人，您无端杀了叶冰，摄政王不会放过你的。他要不是摄政王的人，我还不会杀他。身为臣子，就应该知道自己该效忠于谁，否则就会像他一样。臣誓死效忠陛下，绝不敢有二心。好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新任的指挥使。奴婢誓死效忠夏大人，效忠陛下，绝不敢有二心。大人方才出手快如闪电，动作招式奇特，敢问大人出自哪位高手门下？没有，我呀也就刚练了几天。大人太谦虚了，叶冰也是拿过5状元的人，在您手下连10招都过不了，可见您的功力在10年以上。看来这白圣丹的确是好东西，回去得问小皇帝多要几颗。你去把叶冰的尸体处理掉，1个时辰之后召集所有人到菜市口门口，本官要训话。是，卑职这就去办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就算天王老子来都得认。各位官爷，我身上真的没有钱。没钱，就拿着小妞抵债吧。不要啊！各位官爷，手下留情啊！罪孽！光天化日欺负人，找打！哪来的臭小子，连老子都敢打？你不配知道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兵马司指挥使叶冰，可是我表叔公。就算叶冰来了，
我也照打。啊！哎呀！啊！哎啊！哎呀！你们大夏的男人真没用。少侠英勇无比，我服了。你把欺负老人家的钱交出来，再磕3个响头，不然……好，我交。嘿，小心！三番两次偷袭别人，你们还配做大夏的兵士吗？你是谁？竟然敢教训我！不想死，给我滚一边去！你小子不识好歹，我救你还打我！谁让你救？还真是狗要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才是狗呢！放开我！哎，巧了，我这人就是一身反骨。你让我放啊，我偏不放。你混蛋，找死！你想杀我啊？回去啊，再练100年吧。你说叶冰是你表叔？哼，现在知道我厉害了吧？想求饶，晚了。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，哼，竟然敢教训老子！老子要把你们抽筋剥骨，拿去乱葬岗喂狗！唉，果然是一家人，说话呀，一样都不用脑子。我先将你打死了，喂狗！我表叔公可是指挥使，你欺负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就算皇帝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还有你，也别想跑。我？你要是肯跪下来给我磕头认罪，磕3个响头，我就原谅你。我的头啊，你可受不起。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你的嘴巴硬。不给你点教训，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哎！有本事你别躲！你要杀我，还不让我躲，这什么道理啊？那你别躲，我赢了我就给你磕头。好。放开我！小小年纪，动不动要打要杀的，你呀，太泼辣了。淫贼，你手放哪儿了？淫贼？我怎么就淫贼了？这小子女扮男装。喂，兵马司的人来了，赶紧跑吧！等一下他们杀了你，我可不管。他们啊，没胆子杀我。少吹牛！我乃金熙公主，人是我伤的，与其他人无关。人是我伤的，与其他人无关。原来她就是金熙公主。你们兵马司的人作威作福，欺凌弱小，本公主看不过去，替你们处置了。哎，这跟其他人没有关系，本公主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有什么问题冲我来。这大夏境内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李大人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错，张武目无法纪，即日起革除官职，打入死牢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哎，看吧，最后还是靠我。哎，是，都靠你。听你的口音，你不像灵山人。我是从京城过来的，今天才到灵山。你从京城过来的，那你认不认识夏阳，皇上身边的红人？这夏阳啊，我俩挺熟的。他当真单人单挑我们金熙使团，是你们大夏最聪明的男人。小公主莫不是看上我？这难怪，谁让我魅力四射？这夏阳啊，文武双全，风流倜傥，智慧超群，实在是个人才。等我见到他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这女人不按剧本走啊！这金熙王有几个女儿啊？金熙王只有这一个女儿，也就是下一任的金熙女王。独生女啊！若杀了她，金熙后继无人，届时以呼延的名望称帝，不是唾手可得。淫贼，怕了吧？这是我大夏境内，我是大夏人，为何怕？不可能，大夏人软弱无能，早已将灵山输给了我们金熙，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地盘？呼延果然隐瞒了灵山一事，他在此埋伏重兵，莫不是想杀了哈希奈，嫁祸大夏？
休想也在，他休想！我是新任灵州节度使夏阳，在本官任内，绝不允许有人罔顾法纪，仗势欺人。若有违者，杀无赦。好，好。你要接管灵山？谁给你的胆子？这今夕与大夏签订盟约，归还灵山。我奉陛下旨意接过，名正言顺。不可能，我们今夕绝对不会签约这种条款。哎呀，这白纸黑字上都写得清清楚楚，还有你们今夕国的国玺，做不得假。这怎么会？哈希奈，这闹事伤人，一律关押3天，带走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刚才啊，就是想逗逗你。带走。放开我夏阳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夏阳。夏太，我们带走金熙公主，金熙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放诱饵，鱼怎么会上钩？夏大人远道而来，不曾远迎。这是我大夏的地界，何须劳烦特使这个客人？大夏和金熙刚刚签了和平条约，你就抓了我金熙的公主，你这是故意要和我金熙作对。哈希奈违反了我大夏律法，理应按大夏的规矩处置才是。哼，这么说你不放人了？特使啊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。只要特使带着金熙军队从灵山撤出去，我呀即刻放人。哼，笑话！我带兵驻守灵山10余年，你说让我走就走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难道特使忘了与我大夏的赌约了吗？杀了你，谁还会记得赌约？金熙王素来秉承着与我大夏和平相处，你若是杀了我，得罪整个大夏，你就不怕金熙王怪罪你吗？等我做了金熙王，谁还会怕他？你想杀了哈希奈，自己称帝？错，是你杀了哈希奈。我只是一时救驾心切，却不曾想到晚来一步，只好杀了你这个阉人，替公主报仇。你胡说！我只是把哈希奈打入地牢，何时说要杀他？哼！兵马司叶兵是摄政王的心腹，有他作证，你百口莫辩。哼，好一个一箭双雕！可惜啊，你遇到了我。什么意思啊？叶兵啊，前2天就已经被我丢去后山喂狗了，估计现在啊，你能找到残尸碎骨。你杀了叶兵？你怎么知道他是我们的人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吧？哼，狗奴才，死到临头还那么嚣张。既然也活不了多久了，自然要多说一点嘛。你假借进贡的名义前来挑战，实则是跟摄政王进行勾结。哼，大夏如果连输3场的话，摄政王便趁机罢黜皇帝，自立。到时候啊，可以封你为金熙王。哼，王位自古是有能力者居之，我为金熙立下赫赫战功，凭什么听个小丫头的？啊，可惜啊，可惜你们的如意算盘被我破坏，所以你找到叶兵，因为你了解哈希奈嫉恶如仇的性格，故意让张武等人挑事儿，然后趁机杀了他上位，对吧？你抓走公主是为了保护她。特使啊，哈希奈是金熙国唯一的继承人，如果死在我大夏，那我这10个脑袋都不够配呀，我自然有点准备嘛。哼，你倒是有些聪明劲儿在身上，不过你还是算漏了一点，就算没有叶兵，照样杀了哈希奈。哎呀，你说就你这智商，
你怎么想起来造反了？我既然已经识破了你的计谋，我还会把公主放在牢里，让你去刺杀吗？交出公主，饶你条狗命！当真？当真。哈希奈好歹是公主，换我一条命，哎，是不是也能换些别的？哼，我当你是多有骨气的人，没想到也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那自然是珠宝和美女了呀，越多越好。这个狗奴才，竟然为了一点珠宝出卖我！公主息怒，大人绝对不是这样的人，您稍安勿躁。最好不是，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他。你一个太监要女人干什么？哎，你这有点瞧不起上台人士了。好，只要你肯放了公主，珠宝、美女要多少有多少。就光是珠宝和美女，总觉得不够。狗奴才，你说不说？信不信我直接砍了你？哎，别着急嘛，特使，我保证，就最后一个要求。说，特使啊，我想要你的命。哈哈，既然你如此想死，那我就送你去见阎王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，我让你们杀他！这叛徒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怎么不狂了？你设局害我！我的计划天衣无缝，我不可能会输，不可能！大人早料到你会动手，让我提前带兵，在府外埋伏，等你的人马一到，立即斩杀，再换上金熙的衣服，以假乱真。你特意命人将我带到后堂，就是为了揭穿呼延的真面目？这百闻不如一见嘛。不仅如此，夏大人斩杀叶兵，断了呼延在兵马司的耳目，严惩张武等人，聚拢军中人心，计划才能如此顺利。这计划一环扣一环的，周密严谨，不愧是大侠第一聪明的男人。就你这智商，给我洗脚也不配。夏阳，这一次是我大意了，下一次你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你以为你还能活着离开吗？嘿！可恶，居然用了烟雾弹！大人放心，我已下令封锁城门，呼延逃不掉的。跟我来！哎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流氓！是你自己凑过来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你居然有反应！你有没有听到？我站在这里这么久了。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没事就不能来找你？你研究什么呢？这种东西我们奸细到处都是，有什么可稀奇的？公主知道这是怎么做的？是我们奸细的巫师用大圣山的仙石做的。仙石？是不是黄色的仙石？夏公子，你也进过仙山？我去，真是硫磺啊！有了它，我就可以做出火枪和地雷了。公主，你能不能卖我一点你们那里的仙石啊？多少钱？我都买。我不要。不要钱？那公主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公主啊，你要做什么？
白天我可以假装不知道，没想到这么大，这深宫寂寥，我操，真没人气啊！你难道就不想知道？不如我将就。公主，这玩笑开不得，开不得。你是我见过最英勇睿智的男人，只有你才配做我的驸马，未来今夕的王。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不比做夏国的小太监有意思。公主说的对，公主一片真心，在下岂能辜负？公主，两宵苦短，我们今日洞房吧。啊！不着急，等我们成婚的时候再洞房也不迟。以免夜长梦多，我们今日就落实啊！公主啊，这美人计嘛，要做就得做全套。你早就知道，你故意耍我。我只是将计就计而已。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公主啊，请回吧。真的吗？可是你的身体告诉我，你不是没有感觉。大人，大人，呼延起兵了！大人，呼延率领3万人马，挡在出城的各个路口，我们想要求援的士兵根本出不去。灵山周边3城皆是呼延想要割让的3座城池，他早已里应外合，根本没有人会帮我们。我立刻给父王写信，请他派兵支援。这是大夏内政，晋西王不会轻易插手。不然我们怎么办？在这里等死吗？我们现在就尽快消灭呼延，防止他与其他州的人马联手，以免引起更大的战乱。呼延是我们今西最勇猛的大将，素有不死战神之称。你拿什么打败他？就兵马司这点人？用这个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夏阳，你能不能不要开玩笑了？大人，这烟雾弹用于防身可用，但是要消灭一支精锐部队，简直是天方夜谭呐！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做，几百人足矣。你少吹牛了！如果你能做到，我整个仙石矿都送给你。回头给我备一份材料，你把他们的材料备齐了之后，明天交给我。是。呼延的金丝盔甲，刀枪不入，素有不死战神称号。你这点烟雾弹根本伤不到他。大人，呼延曾一人力败大夏7名大将，更别提他手下的3万兵马，更是以一当十的精锐。你要是能打败他，除非太阳从西边打出来。利器在手，一人可挡1000人。你看啊，这以前他确实没有，但我要是做出来了，不就有了吗？你要是能做出来，我就嫁给你。那你可只能做2房。没关系啊，你要是能打败他，做你3房都认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都1天1夜了，夏阳到底好了没有啊？公主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再给大人几天时间。我们能等，呼延能等吗？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怎么样了？怎么这么想给我做2房啊？东西拿进来。喏，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哎，李晨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按照大人的规定，都是库里最结实的，最锋利的刀剑都穿不透。故弄玄虚。
看好了。天下怎么会有如此厉害之物？有了这些，就算再来10个护眼，也绝不是问题。关键是时间少，材料又紧，所以啊，只能做个低配的火铳。等之后有时间了，我再好好改良改良。随便做做都能如此厉害，改良之后岂不是天下无敌？火枪大炮在冷兵器时代就是天下无敌。李晨啊，你立刻调遣弓弩手，每人都配上一把，方法我都写下来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好了，我也累了，回去睡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睡得着？别以为有几个厉害的武器，你就稳操胜券，掉以轻心，你会输的。对付呼延，李晨足够了。别到时候被呼延抓了，别指望我会替你求情。这么关心你未来的相公，李晨打不过呼延的，倒是想想怎么逃命呢。哎呀，那要不死之前让我做个保死鬼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些？这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吗？哎呀，讨厌！我可是1天1夜没休息。我告诉你，等我休息好，我要跟你大战3天3夜。谁要跟你大战3天3夜？哎，果然睡着了。哇，战况如何呀？大人果然神机妙算，呼延大军被火铳与地雷吓得四处溃散，我军大获全胜。呼延身受重伤，我已命人将其送入死牢，重兵把守。记住，那些投降的战俘记得善待，至于那些冥顽不灵的，格杀勿论。是，大人。手下接到密报，金西王已秘密赶赴大夏，明日就到临川。刚准备接手俘虏，金西王这会儿这消息算得挺准。是我叫父王过来的，我飞鸽传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人家担心你，你却怀疑我。哎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不是老丈人千里迢迢过来吗？我怎么不得好生接待一下？呸！谁是你岳父大人？不是吗？现在还不是？就是，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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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怎么？死了听我不得了的命，夏大人不会杀我灭口吧？夏大人用兵如神，1日时间就可大败呼延3万精锐，真是后生可畏。金西王谬赞了，都是雕虫小技，不值得一提。父王不止呢，昨日外面打得雷声震天，他却胜券在握，躲在房间里呼呼睡大觉。是吗？此次呼延匆忙起事，人心不齐又准备不足，再加上火铳与地雷威力巨大，根本不能防备，未知的恐惧会无限放大，军心散乱，自然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这夏阳的心机城府、兵法谋略皆为上乘，难怪呼延不是他的对手。假以时日，怕是整个天下都会被他收入囊中啊！父王，您觉得这夏阳怎么样？的确是100年难遇的英才，只可惜他是个太监，不然可作为日后的驸马。父王，他是个真男人。
真的吗？夏大人此番抓住金溪叛徒，又救了小女，大恩大德，本王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啊！大夏和金溪是一家，是我应该做的。夏大人一再推脱，是不是看不起我金溪呀？啊，岂敢岂敢！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他是我宝贝啊，我如今把他交付于你。金溪王，在下区区一介小官，怎敢匹配公主？哎，英雄不问出处，夏大人智勇双全，人中龙凤也。待100年之后，金溪与吾儿交付于你，我也就瞑目了。我操，这不仅得个媳妇儿，还能捡个王位，不要就是傻子啊！金溪王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你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别那么粗鲁嘛。谁是你大哥？哎，小瞎子，你放肆！放肆？还有更放肆的。你放开我！陛下要玩，奴才陪陛下好好玩一会儿。奴才今天劫财也劫色。陛下，奴才啊，可想死你了！你现在可是金溪的驸马，又是未来金溪的王，可还会想起朕？陛下这是吃醋了？这金溪听我号令，那不就相当于你也能号令吗？呸！朕让你收服灵山，谁让你收服金溪公主了？说，你是不是看人家长得美，跟人家勾三搭四？陛下，在我心里，没人能比得上你。哼，那不见你给我写信。哎呀，我这一心扑在灵山，一边啊，为了对付呼延啊，我可是1天1夜没合过眼，实在是挪不开身呐。要不是看你杀了呼延，立了大功，朕一定重罚你。陛下，那我既然有功，陛下是不是应该赏我些什么？你现在可是金溪的驸马，朕还能赏你什么呢？我想要的，陛下不清楚吗？更深露重啊！陛下，只要你不在，我服侍您就寝。休嘴滑舌。说正事儿，朕听说你发明了一种很厉害的武器。这材料配方都在这儿。陛下只需要调配人手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这硫磺是何物？朕从未听说过。是一种很厉害的东西，咱们大夏呀没有，倒是金溪有很多，所以这次回来呀，我带了很多才回来。哼，这金溪公主对你可还真是舍得呀。这陛下吃醋的小模样甚是可爱。你才智过人，有勇有谋，跟在朕身边只能做一个没名没分的小太监，你是不是很委屈啊？陛下雄才伟略，有远大的抱负，奴才深知陛下这些年的辛苦和不易，能为陛下做事，奴才心甘情愿，全没有半点委屈可言。可是你现在是金溪驸马，还是未来金溪的王，你可甘心？这丈夫和妻子怎么会计较呢？丈夫，我敢叫你敢应吗？陛下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不如早点休息吧。今晚你睡地上。哎，别呀，陛下，这马上就入秋了，这床上冷了，奴才给你暖暖床。那你还不赶快伺候朕更衣？得嘞，陛下，奴才遵旨。醒了，快来吃吧，还热着呢。陛下这样还真像个贤妻良母啊。朕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，江南江北两省各地发生各大涝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户部奏请朕用金溪进贡的白银赈灾。说是赈灾，还有几分能落入到百姓？这不过是他们想要捞油水的借口吧？朕知道，可
是现在各地粮商都在抬高粮价，百姓无粮可吃，已经发生了重大民愤。假以时日，民不求我。他们都要抬高粮价，反而是好事儿。好事？怎讲？这受灾地区是南部，再过半个月也是北方的秋收，新米入库，这粮商就会不择手段地出售陈米。到那个时候，陛下便要抬高粮价。抬高粮价？这样百姓就已经无粮可吃了，再抬高粮价，百姓岂不是更没粮可吃？陛下抬高粮价，吸引粮商从北方把粮食运到南方，等他们一到，陛下再降低粮价。你再降低粮价，那这样的话，粮商岂不是白忙活了？商人重利，当他们知道抬高粮价而无法出售时，新米就源源不断入库。为了减少损失，他们只能低价出售。此法当真可行？我什么时候骗过陛下了？这户部压着灾情补报，偏偏要在陛下准备扩大装备的时候再上报，这说明摄政王有意在为难陛下。户部尚书徐正乃摄政王门下，那老东西肯定投靠摄政王，这群狗贼真该死。别生气嘛，他让你为难，你就要了他的狗命。你又有办法了？到时候呀，你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抬高粮价，众爱卿有何异议？陛下，此举必会引发粮商囤积，到时百姓无粮可买，只能生死有命。这是对百姓生死于不顾啊！没错，陛下，夫子弟之人竟然暗藏祸心，祸国殃民，这个是敌国派来的奸细。陛下，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此时平抑粮价，放库赈灾，方为上策。陛下，献计之人是故意让陛下丧失民心。这个严惩，肃清朝堂。此计是我献给陛下的，诸位大人不理解其中深意的话，我可一一讲。夏阳，你是何居心？难道你看大夏的子民死于腐蚀百万不成？徐大人，抬高粮价，吸引粮商囤粮，到秋收新米入库之时，粮商的陈米自然卖不出去，到时候只能以低价出售。我怎么就祸国殃民了？胡说八道！如今距离秋收还有半个月，灾民嗷嗷待哺，如何等得起啊？各地粮仓皆有储存粮，秋收之前大可放粮赈灾嘛。哼，地方粮仓是为战时储备的，岂能随意挪动？如今并非战时，先行挪用。粮仓里的粮食待灾情稳定之后，慢慢补足就是。灾民数以百万，地方的粮商能坚持多久？倘若地方的粮商不听你的，那该怎么办？如果出了差错，那可是几十万的生意，你赔得起吗？二位大人事都没事，就问陛下要钱，莫非二位大人有所图啊？大胆奴才，你敢信口开河？都闭嘴！陛下，我认同摄政王的意见，平抑粮价方为上策。陛下，朝廷如果插手的话，粮商定不会卖粮，到时候局面更加难以收拾。混账！老夫执掌不过20年，难道还比不上你一个阉人？区区粮商怎敢与朝廷为敌？没错，粮商如果敢高价卖给我们，就地斩杀，重刑之下，谁敢造次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如果朝廷这么做的话，无疑会使商界震荡，到时候百姓有粮会饿死，简直是有违人耸听！百姓有粮怎么会饿死？分明是故意挑拨离间。平价一粮无疑是扬汤止沸，不但解决不了灾情，反而会使其愈加严重。为了捞油水，不顾百姓死活，你难道就不怕那些饿死的百姓化作厉鬼找你报仇吗？小夏子，你不可放肆！陛下，
老臣一心为大夏，不想如今却被一个阉人侮辱。陛下今日一定要为老臣讨个公道，不然我就会撞死在阶前，先去见先帝。陛下，夏阳一介宦官，竟侮辱朝廷重赏。如果陛下不严惩的话，我大夏威严何在？朝纲何在？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！请陛下严惩！请陛下严惩！夏阳是陛下的亲信，失手深交也是人之常情嘛。陛下如果不想惩罚，那就算了。老东西说这话是要把小皇帝架在马上来。陛下，奴才出言无状，顶撞了二位大人，奴才甘愿受罚。夏阳目无法纪，罚20廷杖。陛下，奴才对您一片赤诚，陛下早晚会明白的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吧？夏公公放心，等俺的吩咐备好了，一会儿您加一韩粮上就行。马买皮好痛啊！徐正在。朕封你300两白银，赈济灾民。臣遵旨。陛下放心，不出半月，老臣定让灾情缓解。如此最好。若你不办成，夏朝未必会比夏阳更好。是，老臣一定会让百姓吃到平价粮食。如此最好。退朝。退朝。王爷，计划不会有问题吧？今日，陛下这次可记恨上我了。你怕什么？拿出50万买些陈粮，医院压下去就行了。王爷英明，下官稍晚将200万银票送您府中，以慰王爷心了。徐大人孺子可教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！你还说你得罪徐正干什么？他好歹是堂堂的2部尚书，对他你有什么好处？如果要是按照徐正的法子来，那不出半个月必定会暴乱四起。我今日和他吵得越凶，来日陛下罚他也可以更重啊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可廷杖可是会要人命的。陛下心痛了？别担心，我早已买通了行刑的太监，看着吓唬人，没几天就好了。朕一定会给你报仇。这些都是参奏粮商自杀、百姓暴动起义的折子。徐正，你给朕解释清楚，朝廷的拨款去哪儿了？为何灾情会如此愈发严重？陛下，臣只负责拨款，至于灾银的去处，臣实在不知啊。混账东西！当初是你跟朕信誓旦旦说不出1个月就会缓解灾情，如今跟朕说不知了，你是在戏耍朕吗？臣是。拖下去，重则50廷杖。饶命啊！慢着，陛下，徐大人向来对朝廷忠心耿耿，此次惩罚是否太重了？这短短数日，各地饿死的灾民数以万计，若不是念及徐正有功，朕必定诛他9族。可是，摄政王，当初可是摄政王跟朕立法取证，可事实如今摆在眼前，摄政王还要如此多言吗？臣不敢。拖下去，给朕重重的打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饶命！
启禀陛下，徐正经不住刑，已经断气了。愚蠢无知，死了也好。传朕懿旨，徐正办事不力，革除尚书名号。徐家子侄3代起不得入朝为官。如今灾情太重，连京城都几百万受害百姓。诸位爱卿，可还有良策啊？摄政王觉得呢？陛下英明神断，老臣不敢狂言。既如此，朕欲抽调各部能手，成立锦衣卫，效忠皇权，下察百官。3品以下的官员可有先斩后奏之责。司礼监夏阳忠心耿耿，屡立奇功，即日起接管锦衣卫。陛下，臣反对。如此大权却交给一个阉官。陛下，夏阳不会有些小聪明？监察百官是天大的权力，他怎能胜任？你们一个个办事的时候半点用没有，质疑贤钱的时候却个个伶牙俐齿。陛下，这夏阳确实有些才华，可他毕竟是内宫太监，朝政繁琐，他处理不当。你若是能够拯救百姓于水火，这锦衣卫一职你也当得。陛下，灾情关乎到万千百姓的身家性命，不容差错。徐大人办事不力，死有余辜。可夏阳若出了差错，又该如何？朕力保夏阳，如若出了差错，朕一力承担。好，臣拭目以待。哦，你今日伤口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好痒，但抓了又疼，难受。那是伤口在结痂，不要挠，否则的话更严重。陛下手软，陛下帮我挠挠呗。矫情。狗奴才，往哪儿拉呢？陛下，这里也痒得很，还请陛下帮我挠一挠。是吗？既然那么不舒服，依朕看，就割掉吧。啊，那岂不是陛下下半辈子要守活寡了呀？我就知道，陛下舍不得嘛。只看你是被打得轻了，还有心思说笑。我就是见陛下不开心，想逗你乐乐嘛。今日早朝，朕把徐正给杀了，这也算是替你和那些无辜的百姓报仇了。方清和徐正已死，就相当于砍掉了摄政王的左膀右臂，他的实力啊，肯定大不如前。如果要是真的想扳倒他，咱们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。朕还封了你做锦衣卫统领，主管赈灾一事，但多番阻扰，他是在琢磨要如何对付你。哎呀，这依我看咱们就能够请君入瓮，斩草除根了。你又有主意了？如果陛下请我吃肉，我就告诉你。小皇帝真是狂妄，一个阉人竟能随意杀我3品大将。王爷，奴才正要禀报，叶兵死了，就连呼延也被夏阳杀了。说什么？不仅如此，夏阳还被京西王封为驸马，不久将继位成为新一位京西王。对呀，夏阳他是太监，原来是个假的。陛下严令封锁消息，灵山、兵马司全被夏阳换成了自己人，所以消息才这么晚传回京城。他明明是中了我的噬心丹，一定是小皇帝用白圣丹来救他。哼，当初就应该当场把他杀了，以免后患。原来噬心丹有解药啊！
如今看来，当初方大人所言非训，夏阳早已突破。在质疑本王？奴才不敢，王爷恕罪。能死在本王手上是他的荣幸。王爷说的是。哼。对本王不忠的人，办事不力的人，都不配当我的世孙。是，奴才誓死效忠王爷，绝不敢有二心。对本王有忠心的，本王也不会亏待他。这是你这个月的解药，谢王爷赐药。你到城外去找几个生面人，扮成难民混进城里，将京城越乱越好。是，让我看一看，在杂乱之中，那狗奴才还有什么好的办法？是。哎，大胆毛贼，竟敢在摄政王府外行凶！好好掂量掂量，你们有几个脑袋？我们主子请你过府训。你们主子是谁？醒了。是你绑架了我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找你叙叙旧，又怕打扰你，所以啊，你稍微小声点。我呸！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我跟你没有什么交情可叙。眼下赶紧把我放开，否则你就等着摄政王将你千刀万剐。你觉得摄政王会为了你跟我翻脸吗？这前有方清，后有徐正，他们呀可都是朝里的一品大人，摄政王说杀就杀。你觉得你一个奴才在他心里能有多重要？我效忠王爷几十年，凭你几句言语就想离间我们，做梦！要是他真的相信你的话，还会让你服食心丹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只要你帮了我，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份给得起你这样的承诺。这是噬心丹的解药，爱吃不吃。胜败难料，何不多一个靠山呢？走吧。你是真要把解药给他？我怕他翻脸不认人啊。这个老东西多疑易怒，方清和徐正一死，已经给很多人敲响警钟。他是个聪明人，而且又有解药，收服他轻而易举。原来你杀徐正，不仅是给朕肃清正纲，还是为了今日做铺垫呢，心思可真多。陛下要不要看看我的心思到底有多少？摄政王现在恨不得挖你的骨头吃你的血，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，还有脸在这里给我嬉皮笑脸。要是陛下亲近我的话，我就把老东西的骨头送给你。你又在打什么歪主意？这天机不可泄露，除非有肉吃。不能太晚，天黑前得回宫。得嘞，奴才遵旨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啊，天塌了吗？一早京城来报，大批难民涌入京城，他们打砸抢烧，弄得京城乌烟瘴气。大批商户在京城门口等着要说法。人都抓了吗？都抓到了，都是逃难的难民，应天府不管，现在都在门口等候大人发落。哼，来得这么快，走，瞧瞧去。是。出来！大人为我做主啊！
草民的粮店被洗劫一空，分毫不剩啊！是啊，还有草民的柴火铺也被抢光了，求大人做主啊！凡是被洗劫的商户，到时带着账簿向事业处登记损坏，待衙门核实后照价赔偿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不过，如果让本王查出你们虚报，不但要10倍返还，而且你们的家人还要被没为官奴。你们也不必害怕，只要你们如实登记，自然不会有事。我想起店里还有不少东西要处理，我先走了。对，我媳妇还要回家吃饭，我得立即回去。谁是领头的？李晨，到后厨搬一些米饭、馒头过来，越多越好。是。给我！我的别抢！想吃东西就实话实说，否则就地打死，一个不留。大人，这些都是普通百姓，就地打死是不是？背井离乡，食不果腹，的确可怜。但是肆意抢夺东西，扰乱国家治安，这只能称得上是暴民。难民，本官倾家荡产也就；暴民，本官绝不手软。别听他的，当官的没一个好人，大家抢！抢啊！我的！谁敢抢，就地处死！说，到底谁带你们来的？是他，对，是他，我们死活！走，李晨，给我拿下！严刑拷打，务必问出背后之人。带走。不许抢，老老实实排队，都有的吃。真的吗？真的给我们吃？陛下知道你们受苦，特意安排本官赈灾。凡是我大夏人的，人人都有粮食，有屋可睡。多谢陛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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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个来排队！排队！排队！大人饶命！我只是拿钱办事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萧三可是京城有名的，阴沟里的臭虫都得分得清公母，不知道收买你的人是谁？李晨啊，看来还是你的鞭子打得太轻了。大人说的是，小的这就还烙铁。还烙铁？别！我说，先从哪里开始呢？眼、鼻子，还是你的小兄弟呀？是摄政王的管家，给我10两黄金，让我带难民。闹事的，闹事就给你10两黄金。是，还有瓶毒药，让我趁夏大人不注意的时候放在他的饭菜里。药呢？在我的袖子里面，我没有撒谎。待他签字画押，把他交给应天府查办。事情办得如何呀？萧三已成功混进这一位，相信很快就会传出夏阳中毒的消息。好，夏阳一死，小皇帝也不成气候。你赶快把这些信件给我送出去，时机一到，就地起义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王爷，别怪奴才心狠，奴才只是为了保命。老东西贼心不死，居然还想杀你！幸亏你机灵没有中计，只是没有想到暗中勾结摄政王的人有那么多，当真是可恶。他们这些人啊，就是墙头草，风往哪儿吹往哪儿倒，成不了气候。没错，有了这份名单，朕就可以派人暗中调查，一旦有动静，立即羁押。那些难民怎么样了？之前的那批难民已经安抚下来，不过城外不知道从哪里跑出的风声，那些难民都跑到城内来了。这锦衣卫的粮食消耗的特别快，先从户部借粮吧。授人以鱼，
不如授人以渔，得先教会这些灾民们生存的办法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情。你又有主意了？这个办法好，但是那些老狐狸是不会那么轻易拿出东西的。到时候呀，咱们就在各个城门口张贴榜单，把所有人捐的钱财物资一一列举出来，那些不交的呀，就把他们……到时候这群老狐狸为了自己的清白，也会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我这是在帮他们积德，顺便呀，刮刮他们的肥油，有益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嘛，一举两得。就知道你聪明，这赏你的。哎呀，原来陛下的诚意就这么点儿。你想如何？我想如何？如今灾情越发严重，朕决定要下发一番圣旨，凡是义捐超过白银100两，皆可记功在簿，张贴皇榜于皇城1月。陛下，当初夏阳他信誓旦旦地说想解决灾情，而如今却靠募捐，莫非是夏阳言过其实啊？锦衣卫收拢大批逃难灾民，把衙门挤得水泄不通。可朕与摄政王以及各位大臣可是悠闲得很。如今为了灾民一事，让诸位大臣出点力，摄政王，你还要推三阻四吗？陛下，本王也不能饿殍遍地。不过，既然摄政王都同意了，那这事儿定了。哎，即摄政王捐献白银2万两。统王白银2万两。陛下，我啥时候说的这话呀？朕记得摄政王在去年的时候为母后进了一款珍珠白银屏风，花费了3万两。这为了灾民出一点点力，花费区2万两白银。摄政王，这你还要推三阻四？恐怕不是这个道理吧？陛下，所言极是。那诸位大臣呢？哎呀，朕与摄政王为了百姓谋心谋力，诸位大臣难道想坐享其成不成吗？陛下，臣虽家底担保，但为了百姓，臣愿捐1000两。一分一毫都是心意嘛。但是朕怎么记得爱卿去年刚刚翻新了旧宅？陛下，臣说错了，1万两。爱卿果然是我朝的中流砥柱啊！臣等愿意捐献。陛下拨款赈灾，钱粮紧凑，先紧着老弱妇孺，那些身强力壮，必须每日工作，才能得到钱。大人，我们都是逃难到这里，举目无亲，能干什么呀？按照本官的方法做，保你3餐不成问题。只要是能让我们吃饱饭，让我们干什么都成。李晨，你把那些老弱妇孺和年轻力壮的人分别列出来，做成一个花名册。是。大人，如何处理这些难民？兵部支取的帐篷已经不够用了。我打算在郊区买栋宅子，一方面可以解决难民的工作问题，再一方面还是可以保证他们的生活。那这些有用的如何处置？宫中官员大发善行，捐了30万，开支半年啊，不成问题。对了，大人，这几日不少粮商上门，他们想以高于市场2倍价格出售手里的粮食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你去告诉那些粮商，本官愿意出半价购买，若他们不卖，就算了。现在粮食堪比黄金，他们如何愿意？这新米已经丰收，粮商手里的陈米啊，
已经卖不出1成了，半价已经算很高了，他们一定会卖的。另外，你将难民周边的官兵全都撤了。大人，如果没有官兵在场，再有萧三滞留暗中捣乱，该如何是好？哎呀，这官兵不撤，他们怎么再来呀？大人，不好了，郊外出事了，你快醒醒！吵什么？郊外突发大火，不仅烧了我们正在盖的房子，还烧死了10几个难民，数百人受伤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摄政王正带人赶往锦衣卫，说要捉拿大人您问罪呢。夏阳赈灾不力，致使难民死伤无数，本王奉命捉拿，若敢反抗，就地斩杀。本人乃陛下钦点锦衣卫统领，王爷若是想杀我，陛下首肯才行。哼哼，你以为陛下还能护着你吗？来人，带走！陛下，近郊失火，致死18人，累积民房28家，另有死伤，请陛下严肃查处，给天下臣民一个交代。陛下，奴才一定是被冤枉的，朕自会调查清楚。来人，给夏阳松绑。陛下，火灾发生地区正是灾民聚集之地，夏阳身为赈灾主管，责无旁贷，岂可轻易逃脱？陛下，不管是人为还是意外，毕竟死伤那么多灾民，夏阳责无旁贷，请陛下严惩夏阳。事情还未查清，你们就这么着急给夏阳定罪，是想公报私仇吗？来人，松绑！夏阳，在你所管的地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务必要调查清楚，尽快归案。奴才遵旨。陛下，你是要故意偏袒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，当日徐大人赈灾不力，宁将他活活打死。现在夏阳办事不力，就匆匆接过，天下人怎能心服口服？请陛下收回成命！请陛下收回成命！你们妖怪，妖怪！本王受命先帝辅政陛下，若陛下刚愎自用，目无法纪，本王绝不答应。摄政王如此逼迫陛下，是想要造反吗？混蛋！此处哪有你这阉人说话的份儿？夏阳，摄政王，你敢当着朕的面动手？狗奴才挑衅在先，本王只是教训一二。夏阳，你怎么样？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夏阳，你怎么样？陛下，夏大人毒气攻心，已无回天之术。务必救活！务必救活！夏阳真的没救了吗？回王爷，即使华佗在世，也难以救活。陛下，夏大人已经淹。陛下，京城各衙门挤满了深渊的百姓，各地的灾情的奏折堆积如山。陛下，你打算如何处理？新民已逐渐入库，梁家很快就会平稳。陛下，夏阳当初说只要1个月就能平稳灾情，如今时间已经过半，灾情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，反而更生事端。可见夏阳的办法不可取。各地粮商已到江南，只等各地丰收，灾情便可缓解，怎么会不可取？哼，若可取，京郊又岂会失火？陛下若执意相信夏阳，只会陷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夏阳刚死，就如此污蔑夏阳，究竟是何居心？本王何须污蔑一个太监？
不过实话实说，陛下，自从夏阳来了以后，不知出了多少差错。若不是他口出狂言，京郊怎会死这么多？如今朝廷内忧外患，争锋不断。既然陛下也拿不出主意，本王就代劳了。摄政王是要造反吗？陛下，摄政王乃是奉先帝遗命辅佐您，何来造反一说？难道您是说先帝选错了人？你们朕的旨意，谁都不许推翻夏阳的政策，谁都不许！传太医，王爷如何？我跟太医打听过了，陛下是怒火攻心，再加上忧思过度，这才吐了血。太医说，陛下万不可再怒，否则……否则什么？陛下自小体弱，若再敢攻怒伤身，恐怕熬不过数日。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呀！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陛下没有子嗣，一旦驾崩，您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基了。本王苦心孤诣数十年，没有白费呀！老贼，拿命来！来人，有刺客，有刺客！女的，是谁派你来的？说实话，拧断你的脖子！我乃金熙公主，你敢动我？金熙公主，公主啊，你深夜来刺本王，你就不怕引起两国的交战吗？你杀了夏阳，我要为他报仇。我倒忘了，夏阳那狗奴才还是金熙驸马。这小公主有勇无谋，若能利用一番，对老夫的计划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公主，你误会了，杀害夏阳的并非是我，而是当今陛下。实不相瞒，夏阳是我最得力的人，他在皇帝身边多年。前一些日子被小皇帝发现他的身份，一气之下呀，杀了。不可能，人人都说是你杀了他。你若不信，你可以问朝中的其他大人呢。当天礼部尚书、工部尚书都在的呀，他们是亲眼看见皇帝把夏阳给杀了。当真？当真。夏阳临死前还嘱咐了我，说遇到公主一定要转达一句话。夏阳说了什么？他说这辈子辜负了公主，他希望来生还做公主的夫君。夏郎，夏郎，你死得好惨！这个狗皇帝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，替夏阳报仇。公主啊，那是大夏的皇帝，这皇帝有大夏做靠山，久居深宫，你要是杀他，太不容易。皇帝又如何？他杀了夏郎，我金熙绝不善罢甘休。夏阳也是我最好的一个下手，待他如子呀。如今他身亡，我也悲伤不已呀。我愿助公主一臂之力，讨伐这暴君。好，我马上回金熙，调遣兵去，调遣兵队前来支援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消息。想不到死了个呼延，却来了个公主，老天对我不薄啊！登顶之日就在即日。吃个葡萄？不吃，你多吃点儿。
出那么多血，好好补补。嗨，那些啊，都是我事先准备好的猪血，我骗到老贼了。狗奴才，就你鬼点子多，还真白担心一场。那若是陛下提前知道了，又岂会表演的情真意切？老贼岂会相信吗？以前啊，总觉得陛下不喜欢我，如今我才知道，我在陛下的心里有多重要。夏阳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得陪我一辈子。陛下，我在外面替你卖命，你们两个却在这里卿卿我我。公主，这说的哪儿话？我这不是光给你剥好葡萄等你回来吗？这还差不多，也不枉费我辛辛苦苦演戏。老贼现在怎么样了？有我出马自然是没有问题。你看我眼睛都哭红了。公主辛苦了。对了，老贼还说什么？哦，对了，那个管家给了我一支信鸽，说方便与我和他们联系。好，2日之后通知金西王假意进攻灵山，到时候那老贼肯定会按耐不住，前来逼宫。朕等这一日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手刃这老贼。一个糟老头子，至于你们这么大费周章吗？又是装死，又是放火，白白牺牲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哎，那些被烧死的可都是天牢里的死囚，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，跟陛下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护着他干嘛？我说他2句怎么了？我千里迢迢来找你，连口水还没喝，让我去演戏，也没见你这么关心我。朕乃一国之君，夏阳是我的人，护着朕有何不对？他还是我的驸马呢，未来金西的王，与你平起平坐。金西城属于大夏几百年，金西王也不过是朕的臣子，何来与朕平等一说呀？我看你女扮男装做皇帝，你才是最大的笑话。你俩行了，你们2个都对我情真意切，哪个我都舍不得辜负。若是可以的话，我宁愿把自己劈成2半。别胡说，别胡说！你们俩都是我的心肝儿，都是。我对你们的真心日月可见。若是有半句假话，叫我不得好死。油嘴滑舌。就是。那既然口说无凭，那我只好用行动来表示。要说呀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2个老婆，我来了。王爷，大喜大喜啊！王爷，让本王猜一猜，是不是小皇帝快要死了？王爷神机妙算，宫里传来消息，陛下再次吐了血，已陷入昏迷状态，汤药都喂不进去了。好，先帝啊先帝，别怪我断了你的后路，是你的好儿子与我作对。前线来报，金西王率军突袭，已经拿下灵山及周边3座城市，军队直逼京城。好。小公主来信说，只要我们控制住朝廷的一切，把小皇帝再送出去，今夕就让我们重新签订和平盟约。陛下天性下扬，朝廷大臣早已不满，如今天时地利，正是王爷拨乱反正登基的好时候。通知禁卫军统领，随我去府中。陛下怎么样？老臣已经尽力。老臣愧对先帝，罪该万死。陛下呀！诸位大人，陛下英年早逝，实在是我大夏不幸啊，当务之急啊！我建议应由摄政王晋升大统，奏皇帝。住口！
陛下无私，成事之事应该由宗室选人登基才对，怎可让摄政王一个外姓之人登基？你锦汐公主，摄政王，你怎么和敌国公主在一起？我明白了，你早就与金熙勾结，意欲颠覆我王朝江山。此言差矣，陛下偏信阉人，祸乱朝政，王爷是顺应天命，拨乱反正而已。胡说！陛下纵然有错，但这江山也是大夏的江山，岂能容敌国来践踏国土？大夏泱泱大国，是本王一刀一枪打出来的。本王驰骋沙场几十年，冯夷坐不住吗？你身为王爷，为国尽忠乃是本分，而你却以一己之私勾结外贼，你就不怕天下人说你乱臣贼子吗？是吗？来人！老子告诉你们，金熙与本王已经签订了合同，他们拥立我当新王。你们若乖乖的臣服，本王保你们一世荣华；执迷不悟，哼，不怪我心狠。跟这些老家伙废什么话？杀了就行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没用的软骨头，老贼，要杀便杀！本官宁死不行！今天就拿你开刀！来人呐，拉下去，斩了！放手！本王命令你们拉下去杀了他！你们聋了吗？他们不是聋了，只不过他们不听你的。来人，拿下！哈希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想为夏阳报仇了吗？夏郎定会亲自下手报仇。陛下，陛下没事啊！摄政王，看到朕和夏阳没死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你明明已经中毒了，怎么会好好的站在这里呀？这只是小夏子的计谋而已，不这样的话，你怎么会上当？王爷，这叫做瓮中捉鳖。本王的计划是天衣无缝，你怎么可能会知道？说到这儿吧，我还真得好好感谢王爷。是你出卖了本王。王爷，奴才也只是为了保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陛下，这些是这么多年来摄政王与呼延以及朝中各大臣密谋来往的信件，还有之前京郊的大火，也是摄政王派人所为。摄政王意图谋反，通敌叛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？小皇帝，你以为本王就这么输了吗？青州死亡的守军都是老夫的亲信，他们已经秘密的带兵直奔京都来了。你今天敢动老夫，明天他们就血洗京城。早知道你图谋不轨，又怎么会没有准备呢？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微臣信不辱命，已将2位逆贼头颅砍下，其余叛军皆被捉拿，随时听候陛下处置。这不可能！一个灵山的小兵马司，怎么能跟青州对抗？有夏郎制的火铳和地雷，别说一个青山，再来10个8个，都不是兵马司的对手。当初夏阳以1敌300，破坏了呼延300多人的兵马，这群酒囊饭袋又能作何？天下竟有如此神兵利器！哎呀，夏大人真是智勇双全呐！
王错就错在当时没有杀了你这个狗贼，而酿成今日的大祸。王爷，能赢我的人到现在都还没出生呢，你呀，不必觉得丢人。陛下饶命啊！都是这种王逼我的，陛下！滚开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将这群乱臣贼子拿下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这次能够揭穿摄政王的阴谋，肃清朝纲，多亏了有你在，不然呢，朕就凶多吉少啊。那你是我老婆，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，我自然要护着。只不过嘛，你要是真的想谢谢我的话，不如什么？不如多给我生几个孩子，越多越好。讨厌，这种事又不是朕说了算。哎呦，那陛下的意思是嫌我不够努力呗？不过朕这次真的有礼物要送给你。你想送什么呀？你我如今都已经恢复了身份了，皇后自然要走，但是她无亲无故，又与你有过肌肤之亲，所以啊，就让她留下来，给你做贴身宫女。万一陛下要是吃醋了呢？你我经历过生死，你的心意我都明白。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，就让他们服侍你。多谢陛下。哎呀，朕去上早朝了。陛下承受不住，那就由我们来伺候夏郎啦。我们来伺候夏郎啦。